如果我們把鏡頭拉到足夠遠，遠到整個星系都只剩下一个小亮點，你會發現一件非常震撼的事：宇宙並不是一片平均灑滿星光的黑暗海洋，它有結構，有脈絡，有骨架。星系並不是隨機漂浮在太空裡，它們像珠子一樣串在一條條看不見的長線上。有些地方星系密集，像城市中心一樣燈火通明，有些地方卻空曠得可怕，幾乎什麼都沒有。從最大的尺度看，宇宙像一張幽靈般的蜘蛛網，天文學家把它叫做宇宙網。而現在，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正在幫人類看清這張網的細節。這不是普通的星空照片，也不是簡單的拍到幾個遙遠星系，這是一張跨越數十億年宇宙歷史的立體地圖。它顯示星系在哪裡聚集，絲狀結構在哪裡延伸，巨大空洞又在哪裡張開。更重要的是，它讓科學家第一次用如此清晰的方式追問星系到底是怎麼長大的。它們為什麼有的持續誕生恆星，有的卻早早熄火？而暗物質這隻看不見的手，又是如何把整個宇宙編織成今天這個樣子？今天我們就從這張星圖說起。這項成果來自 Cosmos Web 巡天計劃，它是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到目前為止規模最大的巡天觀測之一。它觀測的天空區域大約相當於3個滿月的大小。聽起來不大，對嗎？可是對深空觀測來說，這已經相當驚人。因為天文觀測有一個難題，看得深往往就看得窄，看得廣往往就看得淺。如果只盯着一小片天空看得很深，你能看到非常遙遠非常暗淡的星系，但很難看出它們之間的大尺度連接。如果看一大片天空，但看得不夠深，你又會錯過那些早期宇宙裡微弱的結構。Cosmos Web 的目的就是同時做到2件事：看得夠廣，能追蹤宇宙網的絲狀結構和空洞；看得夠深，能回望到宇宙非常年輕的時代。這就是韋伯望遠鏡的強項。宇宙正在膨脹，越古老越遙遠的星系，它們發出的光在漫長旅途中會被拉長，從可見光變成紅外線。而韋伯望遠鏡正是為紅外線宇宙而生，它能看到過去許多望遠鏡看不清甚至看不到的古老星系。那些星系的光可能已經在太空中旅行了上百億年。當它們抵達韋伯的鏡面時，帶來的不只是亮度，而是宇宙早期結構的線索。研究人員利用大約 16.4 萬個星系的距離資料，把它們放進一個3維宇宙地圖裡。每一個星系不再只是平面照片上的一個光點，它都有了位置，有了距離，也有了時間。有些星系屬於比較近的宇宙，有些星系來自極其遙遠的過去。最遠的部分可以追溯到宇宙誕生後大約10億年的時期。也就是說，這張地圖不是一張靜止的宇宙照片，它更像一部被壓縮的宇宙紀錄片。它讓科學家看見星系從哪裡開始聚集，絲狀結構如何慢慢生長，巨大空洞怎樣逐漸形成。今天我們看到的宇宙骨架又是如何在近140億年的時間裡一點一點搭建起來的。而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星系從來不是孤立成長的，它們和人一樣，也有自己的出生地和生活環境。有些星系出生在繁忙的宇宙路口，那裡是絲狀結構交匯的地方，物質源源不斷流入，氣體、塵埃、小星系全都被重力拉向中心。這些地方就像宇宙裡的大城市，熱鬧、擁擠、碰撞頻繁。星系在這種環境裡可能快速成長，它們吞併小星系，吸收氣體，形成大量恆星。但成長太快，也可能帶來另一個結果：提早熄火。
因為恆星形成需要冷氣體，如果星系周圍的環境太擁擠，碰撞、合併、衝擊波、黑洞活動都可能把氣體加熱、吹散，甚至從星系裡剝離出去。當冷气體不夠了，新恆星就無法繼續大量誕生。天文學家把這個過程叫做淬滅。說白了，就是一個原本還在製造恆星的星系，慢慢失去了燃料。燈還亮着，但新的火苗越來越少。相反，有些星系生活在比較安靜的地方，它們不在星系团中心，也不在最擁擠的宇宙交通要道上，它們可能沿着細長的絲狀結構慢慢演化，或者漂浮在更稀疏的區域。這些星系成長得慢一些，但也可能活得更久一些。它們不急着耗盡燃料，能在更长时間裡持續形成新恆星。這就是宇宙網地圖真正的價值。它不只告訴我們星系在哪裡，它還讓科學家能夠追問：大質量星系最早出現在什麼環境裡？哪些地方的星系最早停止形成恆星？星系团、絲狀結構、宇宙空洞，會不會塑造出完全不同命運的星系？過去，天文學家也知道宇宙有大尺度結構，但很多早期、暗淡、遙遠的星系太難看見，地圖常常像一張輪廓模糊的草圖。現在，韋伯把很多以前看不見的星系拉進了視野，草圖開始變成藍圖，而在這張藍圖背後，還有一個更深的主角——暗物質。我們看不見暗物質，它不發光，也不反射光，但它有重力。正是暗物質，像看不見的支架一樣，先在宇宙中搭起結構。普通物質，也就是氣體和星系，沿着這些暗物質構成的骨架聚集。星系像燈籠，暗物質像繩索。我們看見的是燈籠發出的光，但從燈籠的排列方式，科學家可以推測出那條看不見的繩索長什麼樣。這就是宇宙網的深層意義。它不只是星系的分布圖，它也是暗物質塑造宇宙的證據。如果韋伯看到的宇宙網和電腦模擬相符，說明我們對宇宙結構形成的理解是對的。如果有些地方不符，那就代表模型還需要修改。這不一定是壞事，科學往往就是這樣前進的。更好的望遠鏡帶來更好的資料，更好的資料暴露模型的不足。模型被修正之後，我们對宇宙的理解就更精準一步。這張地圖還有另一個重要作用，它會成為未來研究的基準。研究人員可以把不同環境裡的星系拿來比較，星系團核心裡的星系和宇宙空洞裡的星系有什麼不同？絲狀結構上的星系是否比孤立星系更早成長？哪些星系還在形成恆星？哪些星系已經老化、變紅、沉沒？哪些地方藏着原始星系團，也就是未來巨大星系團的幼年版本？這些問題過去很難系統回答，現在宇宙網地圖提供了一個框架，它讓天文學家不再只研究單個星系，而是研究星系和環境之間的關係。就像研究一個人，不能只看他自己，還要看他住在哪裡，周圍有誰，資源從哪裡來，壓力又從哪裡來。星系也是如此，它們的命運不只由自身質量決定，也由它們所在的宇宙位置決定。這也讓韋伯望遠鏡的角色變得更不一樣。過去很多人聽到韋伯，想到的是他拍到最遙遠的星系，或者打破某個宇宙紀錄。但這一次，韋伯做的不是單點突破，而是在建立關係。他幫科學家研究星系之間的連線，研究結構，研究環境，研究宇宙如何從早期的微小起伏，長成今天這張龐大的網。當然，也要說清楚，韋伯望遠鏡並沒有繪製整個宇宙的完整地圖，它觀測的是一片特定天區。但因為這片天區看得夠深，星系數量夠多，時間跨度夠長，
所以它成為目前研究宇宙網演化最重要的窗口之一。接下來，這張地圖還會和其他望遠鏡的資料結合。地面大型望遠鏡可以提供更精確的光譜資料，幫助測量星系距離。歐幾里得太空望遠鏡可以進行更大範圍的宇宙巡天。未來的南希格雷斯羅曼太空望遠鏡也能在更廣闊的天空中追蹤大尺度結構。韋伯的優勢是深度和靈敏度，其他巡天望遠鏡的優勢是廣度和統計規模。當這些資料拼在一起，宇宙網會變得越來越清晰。到那時，科學家不只會知道星系在哪裡，還會更清楚地知道暗物質如何牽引它們，氣體如何流入它們，黑洞如何影響它們，環境如何決定它們是繼續發光，還是慢慢沉寂。這就是這張星圖真正不能被忽視的原因。它讓我們明白，宇宙不是一堆孤零零的天體，宇宙是一個相互連接的系統。星系不是散落的島嶼，它們是網上的節點。星系团是明亮的交匯處，絲狀結構是宇宙高速公路，空洞則是巨大而沉默的黑暗海洋。而韋伯望遠鏡正在幫我們第一次如此深入地看見這張網的紋路。它讓我們看到更遠，也讓我們看懂更多。因為理解宇宙，不只是知道那裡有多少星系，更重要的是知道它們如何排列，如何相互影響，又如何在时間中改变。這張宇宙網地圖告訴我們，星系有自己的環境，宇宙有自己的骨架，而我們看到的每一點星光，都可能只是更大結構中的一個節點。當韋伯望遠鏡凝視那片看似普通的天空時，他看到的不是空曠，他看到的是宇宙的脈絡，是時間的痕跡，是暗物质留下的無形骨架，也是星系誕生、成長、衰老和熄滅的巨大舞台。所以，這不只是一張星圖，這是一張宇宙的結構圖，一張宇宙的成長記錄，也是一張提醒人類的地圖。在最深的黑暗裡，宇宙從來不是混亂的，它有自己的秩序，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網。而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正在把這張網一點一點照亮。感謝觀看。